首先啊，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的姓是什么啊？相信大多数人都知道啊，从父亲继承过来关于名前的字儿是吧？于谦老师的父亲那也不应该是王老爷子，对不对？但如果你穿越回上古的母系氏族时代啊，很多部落啊，就像云南的摩梭人一样，是吧？只知其母，不知其父。那你上哪知道你爸爸姓啥呢，是吧？其实姓这个字啊，就和它的偏旁一样，它本是一个源于原始社会时母系部族的标记。所以你会发现啊，这早期华夏人的姓啊，都以着尧啊、姒、姜、姬、归、嬴等一系列女旁字啊。稍微边缘点的部族呢，也有如商朝王族的子姓、楚国王族的芈姓等等。但是啊，随着部落人口的增加，尤其是全面父系社会的进入，那本来的姓啊，慢慢就只退化成为标记娘家的称呼了。就比如周朝姬姓的王族，历代和姜姓的贵族女性通婚啊，所以他们的妃子啊，一般都称为啊文姜、武姜、某姜姜等等啊，那是倒过来叫的，什么姜。而西周末年的周幽王啊，就因为喜欢这姒姓部落的褒姒，不愿意继续娶申侯家的姜姓妃子，最终引起了这个申侯策动犬戎造反，还被泼了2000年烽火戏诸侯的脏水。总之啊，那对于代代相传的男性贵族啊，他们是绝不会称姓的啊，一般早期都是以封地加上官职来称呼大名啊，那老百姓呢，基本就只称呼外号老三、老二这种啊，老四什么的这种是吧？所以呢，《封神榜》里常说的什么姬发哥哥呀，历史上顶多被称为周王发。周王发的弟弟是吧？为他治理作业的周公旦，你也绝对不能被称为姬旦是吧？周幽王的叔叔郑伯友，那更不能称为姬友是吧？秦王荡更不能被称为嬴荡。正是在这种环境之下，一个新的概念氏就出现了。就比如周朝就把姬姓的贵族封到郑地、唐地、鲁地等等，那么这些地方的贵族呢，也就号称姬姓郑氏、姬姓唐氏等等。他们把姜姓的贵族封到齐地、申地等，那这些贵族呢就号称姜姓齐氏啊、姜姓申氏等等。再比如啊，周朝把商朝的王族子姓的移民封到商丘一带的宋地，那么这个地方的人呢就叫子姓宋氏啊。然后呢，周朝又把商朝的娘家人嬴姓贵族呢放到甘肃那边去养马开车，形容一个叫造府的嬴姓人开车有功，就给迁到山西洪洞的赵地，他的后代呢就被称为嬴姓赵氏。那还有一个嬴姓的贵族叫妃子，因为养马得利呢，他就被迁到了甘肃天水的秦邑是吧？那就号称为嬴姓秦氏。那在此之外呢，又加上比如司马、司徒、司空啊，什么王、公孙、侯、张等官职的氏的大家族是越来越多。当然了，除此之外啊，很多家族分裂的始祖的名字也有可能演变成后人的氏。就比如说孔子的先祖啊，本来是商代的王族是吧？宋国的公氏应该是子姓，但是他的六世祖叫孔府家，因为惹事儿逃亡到了鲁国，那后代呢就以孔为氏，所以你总不能叫孔子是子丘是吧？对吧？再比如孔子表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那个鲁国贵族三桓，他们本是姬姓的鲁桓公的后裔，因为分家，后代呢就以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为姓。孟子就是孟孙氏之后，你总不能叫他姬子是吧？等到战国时期啊，就姬一个姓就已经分出了韩、魏、燕、郑、鲁、曾、刘等一大波的氏。那姜姓下面的氏也数不胜数啊，就算一个嬴姓，还有秦赵两氏。而楚国的芈姓呢，那更是贵族林立啊，除了有王族的芈姓熊氏，包括芈姓屈氏、景氏、项氏、孙氏等等。所以当我看到某电视剧里把屈原叫成芈原的时候，尴尬癌都要犯了是吧？尤其是到了秦统一天下的时候，无数的六国旧贵族啊，纷纷以本国国名为氏，或者以王为氏，所以大量古老的女旁姓啊，反倒都被废除掉了。曾经的氏啊，反倒成为了大家继承的主流，姓氏也融合为同一含义。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少看到本应极多的姬、姜、子，更是看不到嬴这个姓，反倒是现在的姓啊，却是各种和地名重合的原因了。这就导致了很多不考证的人，按照现代人看法，一看到史书记载这某人什么姓，就强行按照现在的规则放上去。就比如秦始皇，人虽为嬴姓，但别人称呼他一定都是秦王政，甚至你叫他赵政都行。但是你看见如今各个神话中啊，一口一个我嬴政是吧？某地儿的评论区满是什么嬴政千古一帝什么的，就这点墨水，别装自己懂历史了。开门见个山，虽然在如今这处女座这3个字已经快变成黑别人的一种形容词了，但如果追寻到中国古代这摩羯座才是星座被黑的一个老祖宗呢。什么？中国古代这不是西方的玩意儿吗？其实所谓黄道12星宫的占星学自从上一讲所说的巴比伦时代就已经很完善了。这东西呢，不仅向西方传播，又从东方经过波斯传到了印度，在印度大肆流行之后，在丝绸之路大开放的隋唐早就传入了中国。
我们在隋朝的大方等日藏经里就已经发现，如什么特羊啊、特牛、双鸟、射、摩羯等星座。但无论怎么说，是吧？其他星宫都已经是现实中还有的生物，唯独这个摩羯它显得格格不入呢。其实啊，这个摩羯啊，源头是中东神话里的牧神。这货呀是个长得挺丑的一个羊头人，是吧？本来是个看羊的工作狂，没什么显眼的光环，只能吹了一口好箫，是吧？碰巧呢又碰见了一个女神，十分爱慕，于是呢天天在无尽之湖旁边吹着箫，等待着女神。然而就在天神开代表大会的时候，一个怪物叫白眼魔兽前来捣乱。这牧神为了救女神，是吧？举着女神跑到了受到诅咒的无尽之湖里，没想到自己却受了诅咒，变成了半羊半鱼的怪物。但毕竟舍己救人，因此被封为掌管绝对东天意识的天宫。等星象学传到了印度那儿啊，这群哥就用梵语里的 Makara， 也就是水神的坐骑半鱼的动物摩伽罗来命名这个东日星宫。传说啊，摩伽罗以肉祭人，是个佛教的圣物。所以这个摩伽罗跑到中国也没法翻译啊，也就只能音译成这个摩羯。不过12星宫啊，虽然隋朝就传入，但等到宋代啊才大行其道。这东西啊还受到了各大文艺青年的追捧。举个例子啊，北宋的这个傅公就写过一本叫《蟹谱》，他在吹捧蟹肉的时候啊，就说到叫12星宫有巨蟹焉。而南宋的陈元亮啊，更是写了一个叫12宫分野所属图，什么宝瓶配青州，摩羯配扬州，天蝎配豫州，金牛配冀州等等。哇，在这之后啊，西方的占星可就真和东方的五行土洋结合了，叫什么预克五星者，先师12宫分明其所属，寅为人马宫，亥为双鱼，属木，子为宝瓶，丑为摩羯等等。哇天，这么一搞，这星座可就越来越玄乎了。本来也犯不着去黑哪个星座，是吧？奈何到了唐宋八大家里的韩愈的时候啊，这哥们因为自嘲写了一个三星行，里面说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不见福乡，斗不击旧疆，鸡独有神灵，无时停播阳。也就是说呀，我出生在斗牛星宿，这也就是我这人一辈子操劳的源头。而这个斗牛啊，也正好就是摩羯星宫。很不幸，这苏轼读了韩愈的三星行之后啊，终于悟出个道理为什么我这么有才却这么倒霉？于是感悟到，你看韩愈都说了，我生之时月宿南斗，也知道韩愈啊就是以摩羯为身宫。你看我也是个摩羯座呀，平生多得傍遇，估计是一回事儿。苏轼也就是说呀，我看了大威韩愈的诗，才知道他也是摩羯座啊！我终于知道别人为什么对我羡慕嫉妒恨了，就因为我是摩羯座。这个星座太烦人了！哇，从这俩大神开始都这么黑，那苏轼之后啊，黑摩羯座就成了个风气了，所有文人啊无不自嘲。所以当时还有个大约叫方大从，是吧？这货和好基友就写信说，为摩羯所立之功，有子卯相刑之说，昌黎之之而夺棒，颇老于此而招残啊！何况晚上敢攀前者？也就是说呀，这摩羯宫啊，这子卯冲撞，韩愈、苏轼这样的前辈啊，都因为摩羯宫被陷害，人家就那么厉害还这样，我摊上这样一星座，那还有好。在这之后的木衍啊，就搞得更彻底了。生摩羯之宫，人皆连于积分也就是说身为摩羯座，我觉得挺对不起大家的。以及这个于旦，故与命亦作摩羯，碌碌浪随2宫后，就是说我活得这么不爽，全是因为我是摩羯座。作为后生啊，我就只能跟在后面默默自黑吧。问题是啊，之前那些大佬都只是自嘲下，但比如宰相周必大的一支摩羯直身宫，蓝访星官与笠翁文天祥的摩羯之宫星剑斗，我有斗度线索经就不太好了，是吧？你俩根本就不是摩羯座呀。总之，多次大神加持，导致后世的文人呢，貌似要是不黑一下这摩羯，就显不出自己的高逼格一样，是吧？比如于后生晚学，景颖2宫于数百代之上，而命一舍摩羯慢着膏肓屈2树懒从摩羯问3星，清苦一生摩羯命，凄凉千古累阳坟。我的天，你看古人黑的多文艺。其实就算我不太信占星，但是看到占星学里面说摩羯座会迷失在现实世界和想象中的各种阻碍因素中成功的摩羯宫人也有哀诉和抱怨想象中负担的倾向。这么一看，这些成功人士的自嘲还真不是无根之木的当然我也是这个星座的。